哎呀，好了。哦，这条鱼还行，这条鱼，哎，这条鱼还行啊。你看看，都要超过多少了？超过20公分了。哎，你看，就这一点点，滑一点就是，你滑一点就是。哎呀，还发力，还发力，发力，发力，哈哈，哎。万佛湖之行并非一帆风顺，但是最后连杆的草鱼却让我们感到一丝慰藉。驶离万佛湖的当天，意外得知离我们不远的一处钓场有胭脂鱼出没。听闻这个消息，我们没有多做任何停留，立刻踏上下一站的旅途。哎呀，猛子，嘿嘿嘿嘿。哎呦，这个地方路上行，这个地方搞得真的是不错。哎，还好吧？哎，搞得真的不错，搞得真的不错。路上有点绕，路上有点绕，这个路还是窄了一点。对，那是4米的嘛，4米的层通水泥路。那你讲胭脂鱼就在这里面钓的？对，我经常出鱼2个点，一个是那个嘴子，那个嘴的位置，一个是湾子里面那边有个嘴的位置。哦，胭脂鱼还是一般你们是怎么钓底啊？还是钓浮啊？钓底是吧？它这个鱼嘴巴是我看朝下的嘛？对，还是粉嘴，我们叫鲤鱼那种粉嘴，肉嘴，并且呢很温顺。你这里面还有多少这样的鱼？不知道，现在我也不知道。你这除了你钓到过了，还有人哪个钓到过的？还有几个钓友来钓过的，并且他们钓友都是很传统的那种，一个站不钓，你钓到了，钓到了，他也钓到过，但是呢，他们钓不是从嘴钓的，挂到了。最近出过没有？去年我就钓过一次，就是最后一次是去年，而且就是1年没出来。对，我几乎我不钓了，我天天守在这我也不钓。这太很难，我就是有一句讲一句，咱认识你认识我也很多年了。原来这是一处放养过胭脂鱼的度假村，兼具休闲垂钓，并修有竞技池。这里包含住宿、休闲与采摘，非常适合家庭短期度假。然而，钟情于自然水域的大毛仍然希望寻找一方更加有特色的场地。你王菲找我送饭过来，王菲知道，就是没到张城，没到王菲家，然后过去，不过去，然后那么一个套子。现在个鲫鱼上的都疯狂的很，一听都20-30斤啊！我有个点特别好，还对这小城里面。那好，那我这真叫天下钓鱼是一家了。我们本身是准备找宾馆，不用就在路边上，就在路边上。钓鱼，我不知道姓什么。啊，就在路边上。过来给我们打招呼了，跟我们说现在黄河不如黄泛，不行，我们明天就到黄泛去，去钓鲫鱼。好，一定行。啊，好，我要黄总啊。哎，杨哥，你知道现在大鱼盘自大师在这了。自大师现在不一年口子，就我去年给你看了自大王老师啊。现在在不一年口子了，明天准备上去钓鱼。吃饼饭的吃个饼饭。晚上我们跟蒙在一块吃饭，我俩打个电话吧，我今天还没接电话。好。我的迷上找不到你人，可死了。好。晚上正在为钓点发愁的大毛得到当地热心钓友指点，经过一晚的休息，大毛清早赶往响红店水库黄泛村水域。来到黄泛村，当地村民王飞引导我们来到钓点，选定钓位之后，大毛向水边搬运装备。看着王飞在一旁热情的帮忙，一件陈年往事也涌上心头。这是响红店水库的上游黄泛，这一块也是我20年前我就来钓过的地方。原来钓鱼效果还好，厉害。这个是王菲，那个真的给我印象很深。人，没事，别紧。这个人的命运啊，一个人一个命嘛，只能这样讲，王菲啊。你那个时候要真的早要认识我们，可能也会就是有变化了。
考上了沈阳的航空学院，就为了3000块钱的路费。当时我跟我2个朋友听到以后，就真的为他挺惋惜的。如果有这3000块钱，你整个这一辈子可能都是，对，不会像今天一样了，这都会是吧？不过这个很荣幸跟李总能够在一块这个，哎呀，真的不是，谈这个钓鱼。我回去啊，不是，我不光是这个事情，我包括我家儿子，我都跟他在讲，好多朋友我都讲到你这个事了。真，哎呀，这个人一辈子一个命，就为了3000块钱的路费，没这个钱去，就导致这一辈子就在山里面出不去了。其实真要是在沈阳航空学院的话，这一辈子我讲嘛，什么都有了。哎，这就是命运。我们李总为人还是不错的。也不让为人不错。因为我讲老杨，昨天晚上我来的时候，他讲到这块来，他讲到黄曼来。我讲黄曼这个地方，我讲以前我来钓过，他就讲道理了。我讲是不是？他我们不知道哎，他不会吧？我讲不会啊，我讲我记得应该不错。我讲最早我跟乡镇大齐我们过来，那吴大齐嘛。对，我们来的时候，你那时候给我们送饭，花小药盆子送我们，药盆子送饭吗？对吧？对。你想，我给你搞一次在那个河中间钓鱼，是吧？对。挖在河中间一钓。你这一讲多少年了？真快了，往事不堪回首啊！多年过去以后，大毛每回想起此事，总是感叹命运无常，替王菲十分惋惜。人生不如意的事情10之8九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握眼前。大毛一边抓紧时间做好准备工作，一边针对这里的地形调整钓法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他们还是线组啊比较大。我今天呢就特地啊就是找了一个凸出来的这个位置，啊下面是个湾，长长的这个位置，而且这也是老钓点，这个地方也是经常有人钓的。所以我今天换的就是用了一个1号的主线啊，在这些自然水域要用1号的主线，一般我们都不用不上的，最起码都是2号、3号的。今天我用的特别细，子线用的是0.6的，一会不行我可能会用0.4的线，因为钓这些鲫鱼啊，还是线组啊稍微小一点。漂我选择的呢也很小，1号漂，小刮身，漂角很长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对抗水流啊，好。我先把找到底，我准备来打窝子了。因为这个呢，如果像我们那样钓大鱼那种打窝，一打重窝啊，可能你就不一定能钓得到了。这可能还是像我们采取那种像钓传统钓一样啊那种打窝的方法，钓几条鱼续点窝子，钓几条鱼续点窝子。这样的话呢，另外的话可以配合拉饵。你包括这个季节吧，就是鱼啊，很多鱼呢吃蚯蚓，也可以挂蚯蚓啊，也可以挂蚯蚓钓。我今天呢，窝子已经打完了，我现在还是想开点拉饵，主要用它这个还是用它的狂盗系列的，一个是。狂盗鲫1号龙心的，这个呢天气我们还是想用点新饵，但是完全是新呢，怕鱼啊吃的燥，我还加了一点这个金龙的这个鲫鱼饵1号，它这个是奶香的，我还是想把锌的比例加大一点，大概是加到70%的锌，加到30%的香，70%的锌饵。狂盗鲫1号，香只加到30%，让它心里面透点香。它的香是奶味的，因为我们冬天和这个这种天气钓这些鱼啊，都是用辛香的比较多一点，或者是带点草莓香的，或者是带点奶香的。这样的话呢，鲫鱼呢都肯吃。这个的水比啊是1比1.1，这饵料呢适当的让它吃水吃透一点，
水啊适当加多一点，因为这种饵料你要如果是水加太少了以后啊，它就太散啊，你这样打的话容易死。吃我们这样的活的饵的话呢，就可以把它团到一起，团到一起干嘛呢？用挤压的方法，用手啊，饵料按扁了以后，用这种方法啊，不会呢，就是把纤维啊都是打死，这样的话呢，纤维始终保证它饵料实，把里面的空气啊压出来。挤完以后呢，这个饵料不要一下都拿出来用，那放一半，放到我们食盆里。这个放到食盆呢，让它醒一会，就不需要挤压都可以用了。你现在我们现用的呢，它可能感觉这个饵料还有点松散，这时候呢还可以呢手掺点水，压点水再挤压。因为现在天气啊也不是太热，刚才呢我动了一下就出汗了。真要到天热啊，这饵料可能就早就醒出来了。天越冷的话呢，我们可能时间活得越长，这样的话饵料呢就应该是可以用了。准备工作就绪之后，大毛正准备验证自己的钓法是否合适。然而，此时整个水面却迎来了一段停口期，周围钓位早来的钓友上鱼频率陡然下降，浮漂停在水中，犹如定海神针一般。哎，好，鲫鱼，哎呀，鲫鱼啊，鲫鱼，正宗的野生鲫鱼。这是今天的第一尾鲫鱼，响红店的野生鲫鱼，金黄金黄的，看到吧？钓友们都在钓这种鱼，这种呢算比较适中的，还有比这个大的，有比这个小的。好。今年还要鲫鱼，小鲫鱼啊！喂，这个车是哪儿了？哟，鱼线很凉，哎呀，鱼线很凉。哎，来，好，看条子，我刚才吃了几口没打饱饭嘛，要肉叉。哎的，我的妈，下去讲，又是小肉掺肉，小肉掺肉。上午的鱼情不太理想，大毛只收获寥寥数尾鱼儿。转眼时间已经到了中午，水下鱼儿虽然不吃食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补充体力。山林间惬意地在树荫下吃一些绿色食品，真是垂钓时候难得的享受。什么？哦，鲫鱼，哈哈！吃完饭，这刚吃完饭就是来了，还可以啊，这个鲫鱼啊。好，这条鲫鱼还真不错了，这条鲫鱼。哎嘿，好，哦，哎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这用左手的，你看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嘿嘿嘿，深了一点，我觉得要浅一点应该还要好钓。这个还是钓深了一点，要钓巧一点的话，一定更好钓。不要紧，我来。现在我再放一根线，放浅一点的，放到4.5米的。现在是5.4米的，不行双枪嘛，双枪老太太。重新支一根杆子，绑上线组，大毛自然驾轻就熟。每次驱车，游钓装备自然备得齐全。但是已经废弃损坏的装备，大毛可不会随意丢弃。对于废物合理利用，大毛也有自己的小技巧。我们经常在外面钓啊，就是大线经常伤的话呢，就是及时就要换线。其实换线的时候呢，可以把这个太空舵，刚才这根线呢是漂座断了，我现在就打个结，废物利用一下。其实讲是废物利用，
我们经常打比赛啊，如果新的太空豆啊，它有的那个硅胶不好，它容易伤线。其实用老的太空豆呢，还不容易伤线。其实把这个地方打个结啊，绕个结，这个线是直的，那套进来就可以把太空豆都过过来。就可以把这个太空豆过过来了。把这个太空豆啊就能过来了。肉餐，我现在是双管齐下了，一只5.4米，一只4.5米。现在的水鱼啊还是在潜水。我看他们那边钓鱼跟这边钓鱼钓到鱼的，能看到它的漂，大概在2米深左右。我这已经超过3米，就水深了。水深以后啊，这个鱼口啊就差很多了。所以为了判断我是不是判断的正确，我现在又下了一只杆子，啊，下了一个4.5米的，我等于一只5.4米，一只4.5米的2个杆子顶了，中鱼了，左手中鱼，嘿嘿，小鲫鱼啊，小鲫鱼啊，哎呀，哎嘿，你看4.5米真的是中鱼了，证明我判断的正确。下去有口吗？很漂亮的鱼，这是，哦，有小鱼饼啊，那，小肉餐，肉餐子。出门在野外钓鱼，自然是为了让身心放松，而钓鱼人扎堆的地方，总是少不了欢笑。正在挥竿的大毛突然看见对面一位钓友搏鱼的姿势，不禁露出笑意。刚才有一个杆子断了吧？杆子断了吧？他让车肯定杆子要断嘛，他杆子一点让性没了嘛。给勾到了，看嘛没勾到，给拉走了，拉走了吧？哦，他还在拉杆，哦，好，又挂到高头树了，他钩子又挂到树了。其实我们在外面钓鱼也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情况，因为刚才他那种溜鱼啊，我看就有问题，他把杆子插到土里去了，他一点让性都没了。哦，现在划船过去了，哎，船划的不错呀，这个。一看可能是水边长大的，船比我划的好。好，那上面树又拽断的了，这一阵大乱。哦，逮到杆子了，鱼不在了吧？鱼跑了，鱼跑的了。换竿之后，大毛依旧感觉鱼口很轻，浮漂的动作不明显。趁着水边风速变小，大毛继续调整着自己的装备。那3号、2号，换至1号会不会好一点？哎，挂了一条吧？我想挂了一条吗？是不是挂了一条？嗯，好，又在往上顶，啊，又在往上顶了，又在往上顶，又在往上顶。啊，是说心里话，真的，就是我有时候钓鱼的时候啊，不一定非得钓多少，钓多大。其实钓鱼啊，最有意义的是你能把它钓明白了，这个鱼，你真的是钓的是最舒服了。哎呀，好了。哦，这条鱼还行，这条鱼，这条鱼还行啊。你看看，都要超过多少了？超过20多公分了。哎，你看，就这一点点，滑一点就是，就滑一点就是。哎呀，它发力，发力，哈哈，哎，你看，
这又是一条鲤鱼，哎呀，整个冲出来了，冲起来了。你看小鲤鱼不大，它哪里真的不小嘞？果然不错，来鲤鱼了。钓了一回，这是我们小红店的野生鲤鱼。好了，再放进去。哎呀，下午6点，天色渐暗，大毛挥竿一天，也是小有收获。夜晚山路难行，大毛也不准备继续坚守，准备收竿休息，马上奔赴下一站。好了，都放了。鱼没有太大的，但是真的今天也钓了不少。就是还是，只要钓法对路，整个的是浮漂、线路、饵料，所有东西都对路了，深浅都对路的话，应该还是有鱼获的。好了，我们要赶往下一站了。现在我们在这个游钓中国啊，已经拍了1年多了，也拍了快7、8期了吧。很多钓友就不是很明白，觉得就是想，哎呀，每期都是想看大鱼。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周播的节目，就是每周一期，每周一期。你说每周都能钓到很大的鱼，也不是很现实。我们1年可能也有1期、2期，赶上这个时候。而且这个季节呢，也不是钓大鱼的季节，这个季节呢也是，钓鲫鱼啊。你看这鲫鱼太聪明了，它发现危险了呢，在草里面动也不动。看到了吧？看到了吧？有没有看到它？哎，走了，哎，走了。这前面还有一个，哎，也走了，哎，都走了。